给我滚出去！明月，你也算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品性如何，我都是看在眼里的。少爷也到了娶亲的年纪，你日后便做个通房丫鬟，守在他身边吧。夫人，这怎么，你不乐意？你若是不识抬举，我也可以把你配给府上的小厮。奴婢愿意，奴婢怎么可能不愿意呢？做通房的事很快传到了周继霄耳里，可他却没有半分拒绝的意思。小明月，你今日怎么这么用心伺候我？莫不是高兴傻了？爷，那通房的事儿能不能？不能。可是我丑啊！无妨，别眼瞎。我还听不懂少爷您那些高深的吟诗作词，跟您说不到一处去。那你就别听。我早该明白，那般威严狠绝的夫人怎会生出好说话的儿子？你就这么不想做我的通房？不想！你给我滚出去！自那以后，我便失了宠，少爷再也不许我近身伺候，连院落都不让踏进。而侯府里的人向来见风使舵。明月姑娘，夫人吩咐了，让你搬去后院最偏的粗使丫鬟房。这不是从前的明月姐姐吗？怎么也来跟我们挤破屋子了？哟，这不是明月姐姐吗？也是，少爷如今连见都不愿见你，你再往跟前凑，也只是自讨没趣。往后在府里安分点，不然有你好受的。就算他不要我了，我也得要回卖身契。你已经失宠了，少爷的院子你不配进。你长得不如我，凭什么是大丫鬟？这么好的东西你不配，该是我的。今日就算是死，也不能让你抢了去。少爷，你可要为奴婢做主啊！做主？做什么主？难道先动手的人不是他吗？少爷，就是他欺负的奴婢，他都被你赶出院子里了，竟然还带着您送的物件。奴婢不过替少爷说了他，可他竟然说压根儿不稀罕少爷送的这副坠子。可恶的梅香！求我？什么？求我，我就让你回来。求他？开什么玩笑！求你，少爷！不够的话，我还可以再说100遍。跟爷回家吧。都跟了爷12年了，爷是那种喜新厌旧的人吗？都结痂了，还疼吗？疼，主要是梅香那丫头下手太狠，扯得我耳朵都快掉了。你倒是实诚，给你的药用没有？用了，1天3次呢。今年端午节，爷还带着你出门玩，算上今年是第几次带你过端午了？第12次。从4岁进府，每一年的端午，周继霄都不会落下我。再少2两银子，您瞧这丫头虽然瘦，但命硬，手脚也利落，买回去干活绝不亏您。把她带回府，简单洗漱一番，先安置在偏院。妹妹，跟我们来，我们藏了热乎乎的烤番薯，又香又甜，给你填填肚子。放开我！夫人要给小少爷院里选适龄丫鬟贴身伺候，你就先乖乖待在这儿，别上前碍事，省得坏了我们的好事儿。别哭了，我来帮你。以后你就跟着小爷我，没人再敢欺负你。从那年雪地里，少爷便成了我的天神，我可以为你赴汤蹈火，可
可我却不能嫁给你，同房、妾室都不行。你若是一直这般听话，爷便提前还了你的卖身契，放你出去。反正你也不想做我的同房丫鬟，只要你听话，我便不逼你。别动，就让我抱一会儿。母亲那边我自会去说，以后再也不会逼你做不想做的事情了。只是你这丫头平日里太过没心没肺，性子又软，就算被人欺负了也不敢报复回去，顶多像只猫儿似的抓两下。我实在担心，真不知道若是日后我不在了，你该怎么办？不是说好不动吗？不能连你也欺负我吧？现如今圣上年老多疑，已将我舅父贬官软禁在家中，朝野上下全都恨不得要踩上我们周家一脚。想不到我周继霄少年得意，3榜第1，弃武从文才进了翰林院，可现在竟然连自己的婚事都做不了主。明月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今天就是待在少爷身边的最后一日，至少要好好道个别。姑娘，少爷吩咐小的来接你，请随小的来。姑娘，你该走了，这是少爷给您的。这是为啥？少爷让小的送姑娘出城，以后您就是自由身了。这些是少爷早些年为您攒的嫁妆，他在辉宁老家给你买了套大宅子。热乎的米粽，香甜可口的米粽嘞！听说了吗？宁远侯被皇上弃用后，小世子被公主相看上了，以后成了驸马。皇上定不会再针对宁远侯了吧？不过我还听说他舅舅被软禁了在家中，这两家可都等着指望这门亲事翻身呐。可不是嘛，婚期就定在后日，这得多着急啊！见过明月姑娘。少爷已提前打点好一切，望姑娘保重。小的告辞。有劳福来侍卫费心相送，也请替我多谢少爷。以后就由我2人照看姑娘，我叫春和，她叫夏至。姑娘好。姑娘，舟车劳顿一路，定是累坏了，你先歇息片刻。少爷居然安排得如此细心，连住处、丫鬟都打理得妥帖周到。春和，夏至呢？怎么没见着他？回姑娘，夏至正在训练家丁呢。少爷吩咐过，要经常操练，才能好好护咱们宅院周全。原来如此，那便不叫他了。今日天气不错，你陪我出门逛逛吧。那女人是谁？看着面生得很。回少爷，看着像是不久前搬到城西宅院的那位姑娘。小美人儿一个人竟然也敢住这么好的宅子，等我纳了你做妾，日后我们一起住怎么样啊？把他身边的丫头按住，别让他碍事。别过来，不准伤害他！住手！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小美人儿，只要你从了我，
保你吃香的喝辣的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让你贪财好色，我让你强抢民女，我让你仗势欺人，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小娘子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们是谁的人？宁远侯府的小世子，你惹得起吗？小娘子说的哪个宁远侯府？是京城那个被抄了家的宁远侯府吗？你说什么？宁远侯府抄家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上个月的事儿，京城都传遍了。宁远侯府被定了通敌叛国的罪名，满门抄斩。满门抄斩，下落不明。你们一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侯府被抄，少爷蒙难，你们却瞒着我，让我在这儿徽州的小院里过着安稳日子。姑娘，是少爷吩咐的，让我们护好你，绝不能让你回去涉险。涉险，他是我在这世上除了姐姐之外唯一待我好的人。就算宁远侯府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罪臣之家，我也绝不会抛下他。拿着。今日我们得罪了张员外家，我孑然一身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可你们还有亲人要顾，拿着钱回家去吧。若是他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告诉我，这府里的人呢？宁远侯府的小世子他在哪儿？这家人都没了，就剩一个瘸了腿的公子哥，在东南角的破庙里待着呢。欺负他算什么东西？别欺负他！本公主在此，谁敢放肆？见过公主。滚！给公主请安。你我之间不必多礼。季萧，你该知道的，我从小就喜欢你，如今见你落得这般境地，我心里不好受。多谢公主好意，只是在下如今是罪臣之躯，实在不敢劳公主费心。明月，过来。我从前与你说的话，如今依然作数。我只给你3天时间考虑，若是没有我的庇护，他们迟早会打死你。若是你家少爷想通了，3日后便来公主府找我。少爷，走，我们不住这。我有少爷给的很多钱，徽州的宅子也卖掉了，我们一起带着这些钱离开京城吧。这些都是我留给你的，天不早了，快睡吧。明月，少爷，我在。你走吧，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你了。当年母亲让你做我的通房，你本就不愿意，我给你的这笔钱够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，也算对得起你这么多年的伺候了。你是不是以为你救了我，我就要娶你为妻？你知道长公主让我考虑的是什么吗？她说只要我愿意，就让我做驸马，周姬萧照样能再次风光无限。你留在我身边，日后只会惹得公主不快。现在就走。算了，不要再自作多情了。明月，他既然要做驸马，你又何必担心呢？这是他姐
羁绊那年，用自己写的第一笔字换来的润笔钱，特意给我买的生辰礼。少爷怕是要寻死，所以才将我赶了出去。姑娘，你不能进去，我太大了，进去就出不来了。明月，你回来干什么？走，快走！放手！你走啊！我让你走，听见没有？周继晓，你要是死了，我就不活了。老天爷，能不能救救我？哎呦哎呦哎呦！我的天哪！姑娘若是真的想和他活下去，便不要动。诸位，这二人曾是我家主子，谁知竟在火灾中丧命。若是日后有人来寻他们，还望诸位如实告知。你醒了。弗兰，送您到徽州城之后，我其实并没有离开，一直奉少爷的命，私下里照看您，看着那些地痞流氓都没在您手上占到便宜，我才放心回了京城。可谁知您比我还快一步到京城，更没想到府中出了这样的事。我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找到这一处宅子，后来又听说了长公主的事情，在救你们的时候便心生了一计，干脆向死而生好了。你为什么要求死？为什么要编那样的谎话把我赶出去？什么？我以为是天灾困住了少爷和姑娘。不会了，以后都不会了。明月，这世上我只有你一个家人了。明月，等我3年，只要3年，我便会回来。好。从前是我一心寻死，是你将我从鬼门关里拉了回来，让我想起灭门之恨。从前那些欺辱过我们周家的人和曾经欺负过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少爷，保重。殿下，我周家满门蒙冤，只剩我一人苟活，此来边疆诚心投靠，愿以一身所学，助殿下成就大业。本王如今远在边疆，无兵无权，父皇年迈多疑，偏宠幼弟，连我生母被害，都只能忍气吞声。你投靠我，图什么？图一个沉冤得雪，图一个拨乱反正。殿下空负雄才大略，却被构陷放逐，心中委屈与不甘，臣懂。朝中奸佞当道，皇子相争，暗潮凶讽。殿下驻守边疆，手握军心民心，臣愿为殿下运筹帷幄，助殿下站稳脚跟，再图后事。好，从今往后，你我同心，共度此局。臣定不负殿下所托。圣上病重，朝局大乱，正是我等拨乱反正之时。这是你的女人吧，周继晓？不想让她死，就赶紧放下武器，归顺于我。放开她！你做梦！昔日我待你不薄，就算周家通敌叛国，我也愿求父皇让你做我的驸马。可你竟敢假死，去投奔宋怀安那个贱人！等我登基杀了宋怀安，便让你重归侯位，如何？若我的命能换他大业得逞，便是死得其所。对不起，明月，是我来晚了。平安回来就好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承天命，登基为帝，改元起源，布告天下，贤使闻之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宁远侯府世代忠良，昔日蒙受委屈，今真相大白，朕为周家恢复清誉，归还爵位府邸，
恢复周继霄宁远侯世袭之位。你随军征战，护驾有功，特加封大将军之职，执掌京畿兵权。臣谢陛下厚爱，爵位乃周家祖荫，臣不敢辞。臣是翰林院出身，理应还到翰林院去，所以大将军一职，臣愧不敢当，亦不愿受。哦，你有何所求？恳请陛下赐臣心爱之人明月一道诰命，让他往后立身有名，出入有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准奏。新帝许你大将军封号，你不要，却用军功换我一个诰命，这是为何？明月，这一辈子终究是我亏欠你太多，日后就算没有我在身边，你有了这诰命，也可以做你任何想做的事情，拿着吧。明月，嫁给我，好不好？我愿意。太好了，明月，太好了。明月姑娘，前院的彩绸都挂好了。弗兰，你这称呼该改了，该叫夫人了。夫人，这是我们俩亲手绣的帕子和荷包，针脚粗陋，您别嫌弃。说什么傻话？这些东西我很喜欢。当初在徽州，我撕了你们的卖身契，让你们回家过安稳日子。既然来了，就陪我在府里住着。我们愿意。这凤冠也太重了。夫人，今儿个可是您大喜的日子，可得端庄些，小心摔着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传陛下口谕，贺侯府大喜，特赐赤金镶红宝石100件1对，和田羊脂玉镯2副，东珠朝珠1串，云锦8匹，另赏黄金50两，以贺2位新人琴瑟和鸣，福寿天长。臣谢陛下恩典。臣父谢陛下恩典。明月，你终于是我的了。说的好像我跑得掉似的。你跑一个试试。不敢不敢，我才不跑。侯爷，那我是不是该叫你夫君？叫一声听听。夫君。再叫一声。夫君。好听，以后天天叫。侯府刚重开，各处都缺人使唤，外头新招来的仆役不知嫡系，不如贴张告示出去，把当年遣散的旧仆招回来。他们是熟悉府里的规矩，也多半感念老侯爷与你的恩情，用着也稳妥。就按你说的办。哎呦，宁远侯府这是要大举召回旧仆了，这消息可得赶紧传出去。老奴拜见夫人。崔嬷嬷是当年老侯夫人的陪房，在侯府里当了半辈子的家，不必多礼。夫人客气了，老奴今日来，一是给新夫人请安，二是替老夫人看看，如今这侯府的主母能不能担得起这府里的上上下下，能不能守得住老侯爷和老夫人一辈子挣下的基业。当年老夫人在世，亲口许你给少爷做通房，你抵死不从，老奴只当你是个有骨气的，没想到原来是早就在这儿等着，直接坐上了侯府主母的位置，倒是老奴眼拙，低估了夫人的心思。嬷嬷说笑了，我与侯爷的婚事是明媒正娶，入的侯府大门，不是旁门左道。如今侯府刚重开，诸事繁杂，内院重毁，府里旧账，庄田佃户，千头万绪，我一个人顾不过来。往后府里的规矩，老主家留下的旧例，还要劳烦嬷嬷多费心，多教教我。夫人既然说了，老奴自然不敢推辞。只是这侯府的家不是那么好当的。好，嬷嬷先下去休息吧，一路上也辛苦了。这嬷嬷怎么句句带刺，真是让人难办。夫人，门外有个叫梅香的女子，说曾是府里的家生子，执意要入府求见您。
告诉他，侯府不留心术不正之人，让他走吧。夫人，求您开开恩！我知道我从前混账，给您磕头赔罪，只求您给我一条活路。若侯府不收留我，我怕是只能饿死在这儿了。若是让他死在门外，恐寒了旧仆的心。让他进来。夫人，奴婢给您认罪了，当年都是我的错，求您罚我。既知罪无可恕，何必来求？是奴婢不知好歹，我娘护老夫人遭遇不幸，我被迫流落受苦，那恶人天天折磨我，把我扔去荒郊野外，没一个地方肯收我，求夫人给条活路吧。留他在眼底下管住，总好过成了祸害。春和，带他找郎中弄些粥。谢夫人，谢夫人。留你是念你母亲忠心，带去外院，不许踏入内院半步。昨日宫中有一桩趣事，说给你解解闷。哦，难不成又是哪位大人闹了笑话？今日御常奏对，礼部的张老学士竟把手里的作折拿反了。凭什么？明月不过是个外头买来的贱籍丫头，如今能穿金戴银，稳坐侯府主母的位置，她明月能做到的，自己凭什么不能？偏要她如不了意。侯爷晚安。这丫头心倒是越来越大了。嬷嬷，要不要去禀报夫人？莫急，且看看这位新夫人有没有本事镇得住这府里的牛鬼蛇神。老奴这里有府里近年来的旧账，还有城外8个庄子的田租账册，请夫人先理清楚，再说管家的事。夫人既已是侯府主母，掌管中具，理清账目是本分，这点苦都受不住，往后这府里的风言风语、牛鬼蛇神，迟早能把夫人挤下去。若是你不想管账，我便请旁人来打理就是，娘子不必这般辛苦为难自己。到底是贱奴出身，纵是做了主母，也上不得台面。我觉得嬷嬷说的话不无道理。身为侯府主母，若是连账目家事都理不清，这府里终究不得安稳。奴婢仰慕侯爷已久，愿为侯爷侍奉左右。舞跳得不错，但爷不喜欢，更不喜欢有人在本侯的夫人背后做这些上不得台面的龌龊事。滚！明月，你等着！求侯府做主，王庄头欠了我们2年的田租，还苛待佃户，把上好的水田偷偷租出去放高利贷，中饱私囊，我们活不下去了呀！夫人，佃户闹事，全凭您做主，让领头佃户进来。证据确凿，3日内必给交代。多谢夫人。去把王庄头请来。是请。苛待佃户，私放印子钱，认否？血口喷人，我绝不做这事儿。你自己看看。夫人饶命，我一时糊涂。姑姑，你快帮我求情啊！你怎敢把祸事惹到侯府？按规矩，杖责20，革去差事。饶命！我知错了。老奴管教不严，给夫人赔罪。是他行差踏错，与您无关。新庄头之事，还劳嬷嬷费心。
老奴遵命，定不让夫人费心。侯爷您可回来了，您是没瞧见，今日夫人可太厉害了。哦，出什么事了？让你这么夸你们夫人？今日佃户闹上门来，夫人稳坐泰山，三言两语就核准了罪证，不仅严惩了王庄头，还把那向来鼻孔朝天的崔嬷嬷给收拾得心服口服。本侯的夫人当真是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啊！我们夫人如今是越来越会当家了。快放我下来！多大的人了，还这么毛毛躁躁的，叫下人看见了像什么样子？怕什么？我夸自己的夫人天经地义。今日的事，春和都跟我说了，处置的周全，顾全大局。我的明月真是长大了。不过是分内之事罢了，总不能事事都靠你。你在朝堂上已经够累了，府里的事我自然要替你守好。怎么了这是？可是哪里不舒服？是不是今日忙了一天累着了？春和，下旨，速去请太医来。恭喜侯爷，恭喜夫人，夫人怀的是喜脉，脉象平稳有力，想必是个康健的小主子。恭喜侯爷，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喜得惠子。哎呀，忘了拿蜜饯了。若他生下嫡子，我休想翻身。明月若没了，侯爷就只有我。侯爷夫人，老奴有要事禀报。方才在厨房窗外，老奴亲眼看见粗使丫鬟梅花趁春和去取蜜饯的空档，往夫人的安胎药里下了毒。说什么？老奴万万不敢隐瞒。去把太医请来。侯爷，验过了，碗中残留的粉末确是砒霜无误，剂量足以致命。把梅香押过来。侯爷，奴婢冤枉，奴婢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！那药不是奴婢下的，求侯爷明察，求侯爷饶了奴婢吧！还敢抵赖？这是从你住处的床榻下搜出来的剩余毒药，与药碗中的砒霜一模一样。况且老身亲眼看见你将毒投入到碗中。他哪里比我强？他一个外面买来的贱奴，凭什么他能做侯府夫人，穿金戴银，怀上周家的骨肉，而我是侯府的家身子，从小侍奉你。我爹妈也是为侯府鞠躬尽瘁，为了老夫人而死，我却只能做个低贱的粗使丫鬟。侯爷，我哪里不如他？你告诉我！你哪里都不如他。谋害主母，戕害子嗣，罪无可恕，拖出去杖毙。侯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念在我爹娘为侯府卖命的份上，让我一命吧。看在他爹妈当年维护侯府丢了性命的份上，我才给了他一条活路。是他自己，偏偏不肯珍惜。对不起，明月，是我差点没护好你，没护好我们的孩子。季霄，你为什么看不上梅香？她生的确实好看，也比我更会讨好你。她好看，却始终心术不正，眼睛里只有算计和嫉妒，没有半分真诚。而我的眼睛里，自始至终只装得下你一个人，再也容不下旁人。那往后你的眼睛里要多装一个了。好。娘亲，前面有卖糖人的，我要买最大的那个，就是画着龙的那个。买，去吧，让爹爹给你付钱。季霄，这是你弟第几次带我过端午了？回夫人话，第21次了。胡说八道！你在边关3年了无音讯，哪里来的21次？可边关3年，我每天都在心里陪着你。爹爹娘，你们看，唐人师傅给我画的大龙可好看了。